激烈的斗法中，李长寿此时已经是完全明白了。我此前眼皮轻跳，并非是因为感应到了劫运，我修为境界远不如白泽，白泽还需要去推算才能够感应到劫运，我如何能够提前感应？当时眼皮跳，心底泛起丝丝危险的气息，是天道对我下手了，或者说天道老爷要用我在大劫中做点什么。头疼啊！我此时看似是在跟妖族大能斗法，实际上是在跟大劫对抗。虽然这种对抗并不算激烈，但从这个角度去推断，独木宫80%是救不回来的。不能如此断定，这有可能还是被劫运干扰或产生的想法。哪怕这一波是师父要应劫的可能性再低，都不能忽略这个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天道早已经发现我要在封神大劫中捞人，用师父做引子，借妖族之手搞掉我。此时的底线就是自保与救师父，保住这个底线，再去想救木工之事，不然谁都救不了。但是如何救呢？要跟大劫对抗，不对，大劫是天道推动，这是我无法抵抗的，砍上去就是螳臂挡车。要跟影响我的那股力量较量，要看到大劫的底线以及弹性空间，在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找到解决方法。还好我早已经做了准备，在谋算封神大劫时早已经考虑过这般情形。曾记得我对灵娥数百次的教导，所谓底牌便是关键时刻拿出来能逆转形势的手段，而这般手段我从来不缺。刺耳的极笑声在耳旁炸响，在李长寿释放雷光的间隔，那一把先天灵宝级的银白梭子再现，朝着李长寿面门袭来。李长寿身形此时正是在仰躺的姿势，头顶玄黄塔洒落道道七彩霞光，玄黄气息严严实实地将李长寿包裹了起来。塔爷那悠哉悠哉的嗓音在李长寿心底响起：小徒弟，放手干，能及时醒悟，足以当老爷子的弟子，这就是你拜师前最后的试炼。明显塔爷在提醒我，肯定我的思路。谢塔爷。李长寿深吸一口气，根本不去管侧旁袭来的梭子，闭上双眼，心神世界骤然按下了暂停键。岁月长河的一个瞬间，正在李长寿心底无限拉伸。天庭水神府、玉帝王母历劫深处、商部落处、海神庙各处、小琼峰处、山门周遭、四海龙宫附近、地府丰都城附近、血海边缘、天涯海角附近、北距泸州边界附近，云霄仙子的闺阁、灵娥的袖口、有情玄雅的梳妆台前，全体指导人瞬间暂停元神之力波动。恰好这妖狐口中的2只金仙境指导人与李长寿心神关联十分微弱，此时并不影响李长寿施展出这般神通，说不上神通，不过是李长寿为了应对这般劫运攻心的情形之下开发出的一点小技巧。灵台处，李长寿仿佛陷入了一片安宁的世界，一道道源于他自身的身影，或近或远，或高或低，出现在了四面八方一切方位。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无数嗓音在重合，在交织，化作了阵阵诵经声，响彻李长寿道心。心神归一，无物为我，道自恒生，寂静空明。一点水蓝色的光亮自李长寿元神额头绽放，瞬间席卷灵台各处，让道心无比宁静，无比安然。底牌空明道心，看到了，
李长寿在这一片水蓝色光芒之外，看到了那如同蛛丝一般贴在了自己道心、贴在太极图道运之外的一丝丝黑气。这是大劫劫运在他心神中的具象。但此刻李长寿的心底没有任何波动，平静地睁开双眼。此时的他摸得感情，神通空明道心发动，李长寿眼中的天地骤然有了变化。原本急速射来的银白梭子在他的感知之中变得慢了几分。先使此前就捕捉到的那些正赶往此处且即将冲到的妖族大能们，此刻在瘴气的隔绝下化作一团团各色光斑，再有1、2个呼吸就要冲到此地了。这已是决胜之机。空明道心运转，李长寿心神推演出7种可能、8种手段、9个方案，又在其中捕捉出最稳的计划。乾坤尺轻轻一点，李长寿面容之前那玄黄气息隔绝之外，乾坤出现了3尺的空洞。神通乾坤小挪移，借着先天灵宝强乾坤尺，李长寿施展其挪物的手段竟然是如此的流畅，简直是丝丝顺滑。唰的一下，那银白梭子凭空出现在了妖虎撑开的血目中，就在那妖虎居中的大脑袋前。李长寿推断之中，这般梭子无比迅疾，之所以其收束乾坤放毒时间间隔短，很可能就是因为这2个功能被那上古老蝎子精炼制成了一个。天地万物都是均衡的，除却先天至宝之外，不可能存在完美。宝物是这般，宝物的功能也是这般，如此炼制固然是让偷袭的过程变得一气呵成，但也有一个绝对的弱点，无法终止宝物爆发。就如此时，那银白梭子被李长寿和乾坤尺挪移到了妖虎面前，爆发出了漫天的白光，又瞬间收束。电光火石间放出了能轻易麻痹金心的剧毒。这种毒应该是来自这只蝎子精本身，不过这并不重要。李长寿在施展小挪移之后，身形再次一闪，极力远离蝎子精，自双袖之中窜出了2道流光，冲向高空。被流光包裹着的纸人齐齐哈了一声，背上的双肩背包中出了更多的流光，宛若节日烟花那般直接炸出漫天。空明道心，心力拉满，数十名背着双肩包的指道人化作了数十道身影。他们有3、4组队，将各自仙力迅速汇聚，点燃了8名指道人身上贴着的指道人，同时启动了8套地煞灵爆大阵。感谢圣母娘娘送的先天普通灵术，这些地煞灵爆大阵不过是为了阻敌。李长寿的空明道心将9×9的心神分出去，用来操控指道人爆发，但是剩下的1分心神足以支撑斗法。再看妖虎处，那只梭子爆发，3头妖虎居中的头颅立刻就垂下了，大片虎皮被毒焚烧，虎躯在疯狂震颤。右侧头颅痛苦地吼叫着，呼喊着。他虽然有3头，但并非有3个元神，此时近乎被同伴的法宝弄成重伤。李长寿握着乾坤尺冲来，背后留下一连串的残影，似是有分身之法，同时出现在这妖虎的腹部、头顶、背部、尾部。乾坤尺不断地向前轻点，数十处黑洞悄然出现，乾坤出现扭曲，这一头妖虎庞大的身躯被拉伸压缩，弯弯曲曲如长蛇般。正此时，远处天地间出现了8颗闪耀的光球，8处灵爆同时爆发，将驰援此地的妖族大能暂且阻挡在外。远处，妖虎左侧头颅左眼突然瞪圆，其内满是惊恐。李长寿头顶玄黄塔手握乾坤尺，径直出现在妖虎左侧头颅前。乾坤尺绽放出道道青蓝色流光，狠狠地斩在这妖虎的脖颈上。
重尺无锋，却可以斩断乾坤。开！李长寿一声大喝，浑身仙力涌入乾坤尺，而一直是文雅吵架都带着温柔的乾坤尺，在李长寿的心底爆起了塔爷口味的粗话。一尺斩落，妖狐左侧头颅脖梗突然裂开，伤口就是黑洞洞的乾坤断层。急促破空声从后赶来，那蝎子精再次冲来，李长寿身形一闪，轻松地躲过了蝎子精的袭杀，手中绽放出道道雷霆，朝着妖狐刚要开始下坠的左头颅砸去。只差一步了，救师傅，捞木工！雷霆避开妖狐的口部，李长寿施展雷遁，急急向前。只需要瞬息，他就将出现在虎头紧闭的大嘴旁，用左手的一拳崩碎妖虎之齿，救出师傅与木工。道心轻轻一震，塔爷一声小心，背后那一段通过乾坤共振传到了自己耳中的嗓音，带着怒，带着恨。请宝贝转身。一束白光极快地斩入雷霆。片刻前，且说白泽一路疾驰，穿云过雾，很快就赶到了东胜神州与北距泸州的边界，闯入了北距泸州那浓浓的瘴气之中。现在的他慌，很慌。接到李长寿传声，言说师傅与木工被妖族挟持，白泽心底咯噔一下，冒出的想法也是异常的真实。水神会不会以为我是叛徒啊？我感应奇缘道友的命途时，真的是感觉到奇缘道友的前面是吉运呢，而且是大吉缘，一飞冲天，福如东海的那种。莫非是灼仙命薄，消受不起？还是我神通被天机影响过深，从而得出了相反的判断？这不应该，这不能够啊！我此前就是凭借趋吉避凶躲避大劫，自大劫中全身而退。白泽纠结中，心底轻轻一叹。哎呀，最初从远处看水神，觉得水神善智善谋，手段很绝，善平衡夺势，乃是1等1的2天地料子。但走到了水神大人身边，跟水神相交许久，才发现这家伙脏是脏了点儿，却并非完全的心狠手辣，起码对人族、对亲友、对深州好友，这水神颇为友善。水神如今在道门中的位置，其实有一丝丝的尴尬。他是太清圣人看中的好苗子，只差太清观一拜，就能成为最强圣人的亲传弟子。但尴尬就尴尬在，水神还有个从小养他到大的师傅奇缘，这奇缘还差不多算是最弱的仙人，当代灼仙，而且有水神在，可能还是灼仙第1人。一般来说，像是奇缘老道这般挺普通的炼气师，绝对培养不出水神这般弟子。灵娥更是如此，他完全就是水神大人培养出来的，行事风格逐渐朝着自家师兄靠拢。水神本就有师傅，此时再被太清圣人收为弟子，那这事万一传出去，哇，最强圣人跟灼仙抢徒弟。虽然没人敢如此非议，但还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根据白泽对水神的了解，此时水神应该已有分身跪在圣人画像前，但是圣人老爷应该不会直接出手救一名灼仙，这着实与理不合，再宠也不是这么宠的。此时水神有点急躁，一人就冲去了北州境内，那里可是有上古一群老妖物躲着呢，有几只妖兽是当年妖帝的追随者，实力不弱于10大妖帅。水神虽然有天地玄黄玲珑宝塔护身，但是根据水神与陆鸦的一战来判断，水神本身修为境界应该还没有入大罗境，若被对方围攻，那怕也是要遇到麻烦，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无法攻破但也无法移动的山岳。天地乾坤如鼓，
万毒嘶吼如风。瘴云中的那些生灵此刻都在疯狂逃窜，生灵之恐慌投放在了白泽的心底。前方方圆10万里，北周那经年不散厚重如山的瘴气云，此刻如若狂风骤雨中的大海，不断的翻涌，不断震荡。白泽已经化作本体，双目之中运转层层水色波痕，头顶的3根长羽闪烁着微弱的毫光。他看到了在动荡的最核心之地，那里是北周原本瘴气最浓之地，此刻竟然是天清地明。蔚蓝的天空下，太阳性的光芒有些刺眼，天空之中有一层一层的云圈。16只体型庞大的妖兽在那片瘴气云的缺口外围冲向其内，而其内，白泽瞳孔一缩，他刚好看到了施展雷遁的李长寿被一道白光打出了雷霆，看到了那离着李长寿不过100丈的妖虎被斩断的头颅，一只环绕着白色火焰的金乌，带着声声音爆，带着乾坤层层褶皱，极快地穿透那虎妖头颅。陆岩，你敢！李长寿清冷的一声低喝，身形朝着下方扑去，但是一口大印自虎妖头颅处砸来，转眼化作数百丈高，将李长寿硬生生地挤飞了。妖帝印玺。陆压道人那快意且得意的大笑声自大印之后传来，陆压的一只金乌爪强行将已经被毒昏且重伤的木工抓出。看着那2只指道人，陆压的目中戾气一闪而过，道心之中泛起了一点疯狂的破坏之念。